嗨，朋友们，欢迎来到呆萌财。今天我们要聊一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他12岁就开始炒股，用零花钱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他经历过几乎破产的惨败，却从中悟出了改变一生的原则。他就是2012年《时代》杂志评选的100大影响力人物亿万富翁雷达里奥，也就是 Raymond Thomas Dalio。 想象一下，12岁的您在做什么？达里奥那时候已经是个在高尔夫球场给华尔街大佬们当球童的小机灵鬼了。听着大佬们谈论股市，他用辛苦赚来的$300买了人生第一只股票，也就是 Northeast Airlines。 结果呢，翻了3倍，这就是他投资生涯的起点。当然，天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长岛大学到哈佛商学院，再到华尔街，摸爬滚打，达里奥积累着经验。1975年，在他小小的2居室公寓里，桥水基金，也就是 Bridgewater Associates 诞生了。但真正的考验，或者说第一个大坑，在1982年等着他。达里奥当时极其自信地预测，一场由墨西哥债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股市即将崩盘。他押上了重注。可是结果呢？墨西哥确实违约了，但美联储出手相救，股市不仅没有崩，反而开启了大牛市。达里奥当时错得一塌糊涂，桥水几乎破产，员工遣散，甚至向老爸借了$4000，很惨。但您猜怎么着？正是这次灭顶之灾，让达里奥悟出了他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痛苦加上反思就等于进步。他意识到最大的敌人是自以为是。从此他开始系统化思考，记录决策，开发模型，试图用规则和系统战胜人性的弱点和市场的无常。可以说，没有这次失败，就没有后来的桥水帝国和原则这本书。浴火重生的达里奥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家族信托设计了一个策略，目标不是追求短期暴利，而是永恒的稳健。无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通胀是高还是低，这个组合都能活下去，为家人提供保障。他也不再预测未来，而是像组装机器一样，将能在不同天气下生存的资产，比如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巧妙组合，让他们互相平衡风险。这个为了家族长治久安而诞生的想法，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全天候策略，也就是 All Weather Strategy。 那么全天候的核心思想就是极致的多元化，达里奥称之为投资的圣杯以及风险评价，让不同资产对组合的风险贡献度保持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按钱多少来分配。当然，达里奥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他把经济看作一部可以理解的经济机器，强调理解债务周期和历史周期的重要性。他把股资回报拆解为市场本身带来的贝塔和管理人创造的 alpha， 并通过系统化的原则和算法来做决策，这些都写进了他的畅销书《原则》里。《原则》这本书有3部曲：第一，原则、生活和工作，也就是 Principles, Life and Work； 第2本，原则，应对重大债务危机，也就是 Principles for Navigating Big Debt Crises； 第3，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那么达里奥的核心投资理念与原则主要有以下6点。第一，理解经济机器的运行，也就是 Understand 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第二，全天候策略，也就是 All-Weather Strategy。第三，多元化是投资的圣杯，也就是 Diversification is the Holy Grail。第四，区分 Alpha 和 Beta， 也就是 Separate Alpha and Beta。第五，原则驱动的系统化投资，也就是 Principles Driven Systematic Investing。第六，理解历史和周期，也就是 Understand History and Cycles。这6点在原则3部曲里都能找到。对了，再说一个他早年的小故事。桥水早期的时候，也就是大约1980年代初，主要业务是为企业客户提供风险咨询。当时麦当劳准备推出后来风靡全球的麦乐鸡，但是面临一个难题，鸡肉价格波动可能导致成本不可控。鸡肉生产商也不愿意锁定长期固定价格，因为上涨会让他们亏损。这个时候呢，达里奥介入，他建议生产商通过对冲饲料期货来锁定成本，也就是主要对冲玉米和豆粕这样的饲料期货。是不是很酷？他总是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达里奥并没有现成的鸡肉期货可以用来对冲，他深入分析了鸡肉价格的构成，发现其主要成本驱动因素是玉米和豆粕价格。于是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方案，让鸡肉生产商通过买入玉米和豆粕期货来对冲他们的饲料成本风险。这样一来，生产商就能安心地给麦当劳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鸡肉价格。这个早期案例体现了达里奥深入分析事物本质，理解背后驱动因素，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他后来宏观分析方法的雏形。所以，从12岁的股市初体验到几乎破产的痛苦反思，再到创造出全天候这样的长青策略，达里奥的故事告诉我们，投资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原则和对风险的敬畏。那么全天候策略的诞生呢，是为家族信托设计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已经积累的财富，但您的目光已超越了自己的一生。您如何确保您的家人能够获得真正的长久的安全，即使在您离世很久以后，不仅仅是几年，而是能够安然度过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经济风暴，无论是繁荣、衰退、通胀还是通缩。这对Ray Dalio来说并非假设，这正是激发他创造全天候策略的那个问题。这个策略最初并非为桥水基金今天所服务的那些大型机构客户而设计，不，它的根源要个人化得多。它始于为他自己的家族信托基金制定的一份蓝图，其目标并非追逐最高的利润峰值，而是建造一艘诺亚方舟，一艘足够坚固，能够经受任何气候考验的金融之舟。它所依赖的不是市场预测，而是内在的平衡。那么如何做到呢？通过研究历史，达里欧识别出在不同的经济季节中，哪些资产会蓬勃发展，哪些会萎靡不振，然后运用一种叫做风险评价，也就是 risk parity 的概念。它力求平衡的不是资金本身，而是风险，将风险均匀地分配给那些能在不同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资产。这就像组建一支冠军队伍，
不仅仅需要明星球员，更需要能应对各种状况的专家。那么这支队伍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经典的全天候配置平衡了股票的增长潜力，约有占 30%， 债券的稳定性和抗通缩能力这个占比较大，约为 55%， 分散于长期和中期债券，以及黄金、大宗商品等硬资产的抗通胀韧性，合计约为 15%。 组合建议用像 VTI， 也就是股票， TLT 和 REI 债券， BBC 和 GLD 也就是大宗商品和黄金这样的 ETF 来构建这个组合。这是一个为寻求中间地带而设计的投资组合，风险适中，旨在实现稳定增长，并能承受不可避免的市场颠簸。那么全天候策略的回测，我们来看一下。理论是优雅的，但结果是具有揭示性的。这个策略在时间的无情考验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翻开历史记录，来看看组合的回测数据。想象一下，最初只投资1美元，在长达惊人的154年里，可以回溯至1871年。在全天候原则的指引下，这1美元会增长到超过12000美元，复合年化回报率约为 6.6%。 当然，它也曾遭遇风暴，比如大萧条时期，那是它经历了最大回撤，花费了近6年时间才完全恢复。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近到一个人的可投资生命周期，比如过去的46年，自1979年算起，投资旅程变得稍微平稳了一些，年化回报率提升至接近 8.8%。 而在一个典型的30年职业生涯跨度内，从1995年开始计算呢，表现依然亮眼，年化回报率约为 7.6%。 但是呢，全天候并不意味着永无风雨。该策略相对平稳地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金融危机。然而在2022年那场独特的风暴，高通胀、激进加息、地缘政治冲突给它带来了几十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使其从高点回撤超过 23%。 截止今天，该策略仍处在这次回撤中恢复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入 CTA 后的回测，也就是说，我们能否进一步优化这一个本已相当稳健的策略呢？我们在前面巴菲特组合、60:40股债组合、哈利布朗永久组合中都探讨了加入 20% 的 CTA， 也就是商品交易顾问的策略配置，通常是趋势跟踪基金。当我们将这种策略混合进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30年的回测结果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年化回报略有提高，接近 8%， 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最大回撤几乎被削减了一半，降至约 12% 左右。这可能意味着投资者的投资旅程会平稳得多，可以显著提升投资的体验。所以达里奥在1996年设计的全天候策略和哈利布朗的永久组合很像，目的呢是在各种经济环境下，比如经济增长或者衰退、通胀上升或者下降，都能表现相对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这就是全天候的优势，也是懒人投资法，可以放弃波动、躺平睡觉的组合。桥水基金随时公开了这个策略，但一直未推出 ETF。2025年，桥水基金借道道富在2025年3月6号发行了全天候策略的美股 ETF。
也就是 SPDR Bridgewater All-Weather ETF。ETF 代码是 ALLW， 但这个 ETF 底层资产是 1.8 倍杠杆，预计收益率和波动都会放大，手动配置还是优选，自己动手配，财富自由 so easy。 喜欢的话就请点赞、分享、订阅，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呆萌财小课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超级有趣的攒钱策略，名字听起来就像在喊你去沙发上葛优瘫，它就是 Couch Potato Portfolio， 中文直译为沙发土豆组合。这个组合不仅简单到离谱，还能让你在投资路上躺着赚钱，简直是懒人投资的巅峰之作。想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怎么跟 FIRE 运动挂钩？历史表现如何呢？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揭开这个懒人财富密码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要从1991年的美国说起。那个时候呢 ，Scott Burns 还是达拉斯晨报的财经专栏作家，堪称当时的财经大 V。他每天收到无数读者的来信，很多人问：投资好复杂啊，能不能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办法呢？ Burns 看着这些问题呢，脑子里灵光一闪，何不设计一个超级简单，谁都能用，还能稳稳赚钱的投资组合呢？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钱分成2半，一半投美国股市总指数，比如 VTI， 另一半投通胀保值债券，比如 TIP。 这个组合呢，只需要2只 ETF， 管理费低到 0.11%，操作简单到可以用微波炉烤土豆的时间搞定。 Burns 笑着说，你把钱投进去，每年看一眼，调整一下比例，比烤个土豆还快。这不就是沙发土豆吗？懒散简单，却能稳稳当当积累财富。这个组合一经推出，立刻火遍美国投资圈，连先锋领航，也就是 Vanguard 的创始人 John Bogle 都点赞说，这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投资组合呀。要知道，波格尔可是指数基金之父，他的认可就像是给沙发土豆组合贴上了金光闪闪的认证标签。那么为什么叫沙发土豆呢？这个就是懒人投资的哲学了。沙发土豆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好笑呢？它其实来自于英文 couch potato， 形容那种整天窝在沙发上不爱动弹的人。Burns 用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为了幽默，更是在传递一种投资哲学。投资不需要花里胡哨，简单就是最好的。想象一下，炒股的人每天盯着 K 线图，纠结买什么呢？买多少呢？什么时候买呢？而沙发土豆组合直接把这3大灵魂拷问打包解决。第一，买什么？ 50% 的 VTI， 也就是美国股市总指数的 ETF， 覆盖几千只股票，分散风险。再加上 50% 的 TIP， 也就是通胀保值债券 ETF， 本金利息随着 CPI 调整，抗通胀稳如老狗。第二个问题，买多少呢？一半一半，50比50，简单到不用动脑子。第三个问题，什么时候买呢？随时买，不择时，每年再平衡一次，保持50比50的比例。这种懒人投资法简直是为忙碌的现代人量身定制。你不用研究财报，不用分析宏观经济，甚至不用每天看盘。就像 Burns 说的，You only need to spend 10 minutes a year
faster than microwaves in a potato, and you can beat most professional fund managers. 就是说，你只需要每年花10分钟，比微波炉烤土豆还快，就能打败一大半专业基金经理。然后呢，它还可以与 FIRE 运动完美契合。说到懒人呢，就不得不提 FIRE 运动，也就是财务独立、提前退休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FIRE 的精髓是存够钱，投资生钱，让被动收入覆盖生活开支，然后挥挥手告别996，过上自由人生。而沙发土豆组合简直就是 FIRE 族的梦中情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简单、低成本、风险可控。FIRE 族追求的是长期稳定的财富增长，而不是短期的暴富。沙发土豆组合用 50% 股票追求增长， 50% 债券降低波动，完美平衡了收益和安全感。它的低管理费，也就是年平均只有 0.11%， 也让 FIRE 族省下更多钱去钱生钱。更重要的是，这种策略让你把时间花在生活上，而不是盯着股市焦虑。根据 FIRE 运动的最经典的研究 Trinity Study， 50% 的股票加上50%的债券投资组合，按照每年提取 4% 的法则，连续提取30年，成功的概率是 95%。 想象一下，你用沙发土豆组合来投资，钱在后台默默增值，您却在海边喝着椰汁，过着躺平的 FIRE 生活，这不就是现代人的终极梦想吗？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历史回测，让数据来告诉你懒人有多强。也就是说呢，刚才我们吹了这么多，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真金白银的数据。我们进行40年的回测，从1985年1月到2025年4月，沙发土豆组合表现如何呢？第一，来看看它的总回报。从1985年1月到2025年4月，40年后1美元能变成 35.82 美元，年化回报 9.28%。 第二，最大回撤。最惨的时候发生在2008年，亏了 27.04%， 但恢复只用了30个月。同期标普500的最大回撤是 56.8%， 恢复时间是62个月。最大回撤和回撤时间只有标普500的一半，这意味着您承担更低的风险，却能拿到接近股市的回报，性价比超高。第三，让我们来看一下 FIRE 数据。采用 Couch Potato Portfolio， 基于1985年到2025年的数据，30年的安全提款率 SWR 为 7.01%， 远超 FIRE 4%法则中的 4%， 意味着您可以以 7.01% 的提款率，就是考虑到每年按通胀调整，安全提取30年。例如从100万美元中每年提取 7.01 万美元，而永久提款率 PWR 为 5.47%， 意味着您可以以 5.47% 的比例无限期提款，例如每年提取 5.47 万美元，同时保持通胀调整后的本金不耗尽。第四部分，攒钱 FIRE， 也就是说，如何使用 Couch Potato Portfolio 来攒钱呢？假设您的 FIRE 目标是退休后每年提取2万美元，那么从30岁开始，初始投入5万美元，年化回报率 9.28%， 你可以每月存款约800美元，就能在45岁时达到50万美元的 FIRE 目标，实现提前退休。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懒人投资的秘密，为什么它能这么优雅呢？也就是说，沙发土豆组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答案就藏在它的设计里。第一，极简主义，2只 ETF， 管理费超低，操作简单，连新手都能轻松上手。第二，风险控制，50%的债券让组合在市场暴跌时像装了减震器，非常的稳定。第三，抗通胀，TIP 债券随 CPI 调整，特别适合高通胀环境，保护您的购买力。第四，长期主义，历史数据证明，只要坚持10年以上，收益和稳定性都能让人满意。那么想试试沙发土豆组合吗？步骤简单到爆。第一步，开立个人投资账户，找个支持 ETF 交易的平台，比如 Swatch、Fidelity。第二呢，买入2只 ETF，50% 买 VTI，50% 买 TIP。第三，每年再平衡，也就是每年要检查一次，如果比例偏了，比如股票涨到 60%， 那就卖点股票，买点债券，调回50:50。第四步呢，就是躺平等待，就什么也不用干，让时间和复利来帮你赚钱。当然了，这个躺平呢，并不等于不努力。沙发土豆组合告诉我们呢，投资不一定要累得像狗。Scott Burns 呢，用这个简单粗暴的策略证明了懒人也能笑到最后。它不仅适合想财务自由的菲尔族，也适合任何想省心赚钱的普通人。就像 Burns 说的，投资就像烤土豆，简单一点，味道才好。您觉得沙发土豆组合怎么样呢？有没有想试试的冲动呢？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咱们下期再接着聊更多的财富小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呆萌财小课堂。您是否也曾在投资的海洋中感到迷茫呢？有没有担心市场风浪太大，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船呢？或者是觉得研究各种投资策略简直是比上班还累？今天我们就要探讨一个听起来就充满诗意和智慧的投资策略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也就是金蝴蝶组合。这个组合以其独特的多资产配置，力求在各种经济环境下都能优雅飞翔，帮助投资者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更加从容。想不想知道它的设计理念呢？它的历史表现又是如何呢？它能否成为我们菲尔路上的新伙伴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均衡稳健财富密码的神秘面纱吧。首先，它灵感的翅膀来自于一位图表分析达人的智慧结晶。每一个优秀的投资策略背后都有一个闪光的灵感，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也并非凭空出现，它是由一位热衷于数据和图表分析投资组合的达人 Tyler 在其创办的知名网站 Portfolio Charts 上推广而广为人知的。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呢，许多投资者都渴望找到一种既能有效分散风险，又能够捕捉不同资产类别上涨机会的策略。泰勒深入研究了多种经典资产配置理论，最终构想出了金蝴蝶组合。它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通过更细致的资产划分，实现更佳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他提出的核心理念，简单的来说，就是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终极版。可以将您的财富均匀地撒播在5种关联性较低的土壤里，每块地各占20%的雨露阳光。
这种神来之笔的均衡配置，就好比蝴蝶那对完美对称的翅膀和强韧有力的身体，无论是场刮风下雨，它都能保持优雅的身姿，稳稳地捕捉每一个增长的机会。所以呢，金蝴蝶的设计不仅盯着收益，更把稳字刻在了骨子里，就是让你拿得住，睡得香。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何它命名为金蝴蝶呢？因为它就是均衡与韧性的投资美学。金蝴蝶这个名字不仅听起来很优雅，更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它核心的投资哲学，也就是均衡与韧性。让我们来想象一只蝴蝶吧，它拥有对称的翅膀和稳定的核心，这样才能够在风雨中自由地飞翔。金蝴蝶，一听这名字，是不是就觉得既高级又有点小小的浪漫？它可不是随便起的名字，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投资哲学，那就是均衡与韧性缺一不可。可以想象一下，一只真正的蝴蝶是不是得有对称的翅膀提供升力，还得有个稳重的身体作为核心，才能够在复杂的气流中翩翩起舞呢？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也是如此。首先呢，它翅膀也就是 wings 代表了组合中的增长和稳定的两翼，其中呢一部分是股票，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美国整体股市 Total Stock Market 和小盘价值股 Small Cap Value。 这两者呢都能够提供长期的增长潜力，但表现周期和风险特征有所不同，形成了互补。另一种部分呢是债券，同样细分为长期美国国债 Long-term Treasury Bonds 和短期美国国债 Short-term Treasury Bonds。 前者在经济衰退时往往表现优异，而后者则提供了极佳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身体部分，也就是 body， 代表了组合的核心稳定器黄金。黄金呢，作为一种独特的避险资产，在通货膨胀或市场恐慌时，往往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保护。所以呢，金蝴蝶组合的资产配置呢，就如下面所说。首先呢，是 20% 的美国整体股市 ETF， 例如 VTI。这一部分呢，分散投资于数千只美国股票，捕捉大盘成长。然后呢，有 20% 美国小盘价值股 ETF， 比如 IJS。 这一部分呢，投资于具有增长潜力且估值相对较低的小型公司。再接着呢， 20% 长期美国国债 ETF， 比如 TLT。 这一部分呢，在利率下降或者经济放缓时提供保护。还有 20% 呢是短期美国国债 ETF， 例如 SHY。 这一部分呢可以提供现金般的稳定性，降低整体的波动。最后呢就是 20% 的黄金 ETF， 例如 GLD。 这一部分可以对抗通货膨胀，并在市场动荡时提供避险。我们可以在下图中清晰地看到这几部分的比例安排。所以呢，这种5等分的神操作完美避免了把宝全压在一处的风险。它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无论市场先生今天心情如何，总有那么1-2种资产能站出来挑大梁，让您的财富小船行得更稳，走得更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回测，让数据来展现蝴蝶的韧性。口说无凭，数据为证，对吧？金蝴蝶组合这只美丽的蝴蝶，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飞得怎么样？让我们拉出近30年的数据，从1995年5月一直到2025年4月，来看一看它的真实表现吧。首先呢，
来看一下它的长期回报，也就是 long-term returns。从1995年5月至今，金蝴蝶组合的年化复合增长率 CAGR 达到了 7.84%。也就是说，如果1995年投资1美元，那么到今天的话，总回报是 9.62 美元，接近30年10倍。同期呢，作为对比，美国标普500指数的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10.17%。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说，咦，好像比标普500低了一点呢。先不要着急，投资大师霍华德·马克思说过，投资不是比谁长得快，而是比谁活得久，活得好。金蝴蝶组合牺牲了牛市中一部分极致的进攻性，换来的是什么呢？它换来的是更低的波动，更从容的持有体验。我们可以看到金蝴蝶组合的标准差，即衡量其波动性的指标是 7.82%， 相比之下，标普500指数同期的标准差为 15.16%。通常金蝴蝶组合的标准差会显著低于纯股票指数，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净值波动更小，投资体验更平稳。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最大回撤 Max Drawdown， 也就是组合从最高点跌到最惨的时候会损失多少呢？金蝴蝶组合在历史上的最大回撤为 17.79%， 这个发生在2022年9月高通胀时期。然后标普500指数的最大回撤为 50.8%， 发生在2009年1月金融危机时期。这简直是腰斩啊，朋友们，哪个更容易让你拿得住呢？不言而喻吧。金蝴蝶在极端风险控制上可以说是完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大回撤恢复时间 Max Drawdown Recovery Period， 这是衡量投资组合从它经历最大跌幅后的低谷，也就是最大回撤点回升至先前记录高点所需要的时间。金蝴蝶组合在30年的最大回撤恢复时间为30个月，而标普500指数同期的最大回撤恢复时间是53个月。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暴跌，恢复到新高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你的耐心呢不会被耗尽。然后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一下数据解读。也就是说，这3个核心指标，长期回报、风险控制、恢复速度，分别对应着财富雪球最终能滚多大、惊涛骇浪的恐慌时刻，以及漫长熊市的煎熬时间。这恰恰是组合投资相对于单一指数投资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金蝴蝶告诉我们，投资不一定要追求短期的暴富神话，细水长流的稳健增值，配合卓越的风险控制，才能够笑到最后。它牺牲了部分牛市的超额收益，但是却换来了熊市中更坚实的盾牌和一条更平滑、更让人安心的财富增长曲线。而且呢，它与 FAIR 运动的共鸣就是安全提款率飞向财务自由。FAIR 运动呢，也就是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核心呢，在于通过长期稳健的投资，实现被动收入覆盖生活支出。对于追求 FAIR 的人来说，本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追求 FAIR 生活的朋友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我攒够多少钱才能够退休呢？每年能从投资组合里取多少钱花才不会把本金用光呢？这就涉及到大名鼎鼎的4%法则和安全提款率，也就是 SWR。 那么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呢？根据近30年的回测数据分析，同样是截止到2025年4月，
金蝴蝶组合在30年退休期内的安全提款率高达了 7.16%。更厉害的是它的永久提款率，也就是 perpetual withdrawal rate， 理论上可以永远提取下去，本金还越花越多的比例也达到了 5.59%。 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呢？7.16% 的安全提款率， 5.59% 的永久提款率，都远超传统菲尔运动建议的 4% 法则。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你是正在为菲尔目标努力攒钱的过程中呢，还是已经退休开始从组合中提取生活费，金蝴蝶组合都能够提供更高的安全垫和更充足的现金流。这简直是给您的菲尔之路上了双保险，可以让您退休得更早，花得更爽，心里更踏实。那么金蝴蝶投资法的优雅之处呢，就在于为什么它能如此的稳健呢？我们来看一看金蝴蝶组合的魅力吧，也就是它精巧的设计哲学。第一点，极致分散，5种资产的相关性比较低，有效分散了单一资产或者单一市场的风险。第二点，风险评价思维的影子，虽然不是严格的风险评价，但是它均衡配置多种不同风险收益特征资产的思路呢，借鉴了风险评价的智慧。第三点呢，全天候适应性，它的目的呢，就是在适应不同的经济环境，比如增长、衰退、通胀、通缩等所有的经济环境等等都能够适应。最后呢，是情绪友好，由于它的波动性相对较低，投资者更容易长期坚持，避免因为市场恐慌而做出错误的决策。那么大家是不是都很想拥有您的金蝴蝶呢？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它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开设投资账户，可以选择一个支持 ETF 交易的券商平台，比如大家熟知的嘉信理财、富达投资等等。第二点呢，可以买入5只 ETF， 按照各 20% 的比例买入代表上述5类资产的 ETF。 第三步呢，就是定期再平衡，比如说每年检查一次，可以在您的生日或者年底的时候检查。如果因为市场波动导致比例偏离，比如股票涨到了 25%， 黄金跌到了 15%， 那么可以卖出部分涨幅较多的资产，买入涨幅较少或下跌的资产，使各项恢复到 20% 的初始配置。第四步呢，就是耐心持有，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静静地等待时间的玫瑰。然后呢，金蝴蝶组合就用它近乎完美的平衡呢，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投资真的不需要每天精心肉跳，也可以像平民赏花一样从容优雅。通过精心的多资产配置，它为我们描绘了一条在风浪中依然能够稳健前行的财富之路，尤其适合那些厌恶高波动、追求长期稳定增值，并希望为菲尔生活打下坚实基础的投资者。您对金蝴蝶组合有什么看法呢？它会是您资产配置的选择之一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探索更多财富的奥秘。